お前は何者だ You know who I am. Earth Federation's won. We're just trying to retreat. Please, let us go. 从此以后，基夸克斯的第11集将永远成为一个抽象烂梗载入高达史册。但论抽象，我想这个什么复仇、什么镇魂曲，才是国内观众公认的死亡吧。但有趣的是，作为剧情中的敌对方，反而这台高达 EX 对吉翁砍瓜切菜的行为获得大众的一致好评。很多人觉得这个家伙很丑啊，但我个人是很喜欢 EZ8 的，而这个家伙又长得和他有几分神似，所以我个人还是很期待的，就买回来了。但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合金系列的高达啊，以前到底做的有多烂，那今天也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和大家一起开箱分享一下吧。首先还得从配件看起啊，因为这个东西给的真的是不多啊，除了多给了备用天线以外，其他给的都是能搭载到本体上的武装。不过这个渐变的光束剑涂装我是很喜欢的啊，可惜高达 EX 不能张嘴，不能实现3刀流。还有这个弹链给了3种，而且涂装都不错，还是软胶的，给个好评。但手型方面就不是很满意了，一共就4对手。除了2个角度不同的握枪手以外，这个开掌手和这个握拳手跟鸡爪子一样，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协调啊。如果不是为了握光束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用的。另外这次的塑封很拽啊，竟然能独享一层吸塑，但样式方面并不出众，红底的联邦标怎么还有点看不习惯呢？好了，那么就赶紧先把这台高达的配件都装到它身上吧，还原一下完全体状态的高达 EX。背部机炮这里的弹链另一端是连到这个桶装物上的，这里的内侧凹槽是可以做这样的上下滚动的。盾牌的搭载还是需要拿出连接件的，插到这个上方的一字装内。原本的搭载位点上也贴心的给了填补的零件，虽然有一点麻烦啊，但我觉得这要比直接暴露装位要好看不少。同样的，后裙甲上的武器挂载位点也是给了一个遮盖的零件，而火箭筒也是需要连接件来搭载的。这里这个连接件又分为2种，另一种是挂枪的，2个连接件不通用，要注意。最后我不得不夸一下这次的腕部插装啊，竟然是全金属直装，这样不仅不容易坏，而且金属表面是光滑的，换装手型非常的轻松，就是可惜手型做的太烂了，没多少可以换的。那么全部搭载完成后的造型就是这个样子了，就是初看之下会觉得不好看啊，尤其是这个头部啊，但越看又越耐看，就很像 EZ8 改装过来的高达。不过有趣的是，高达 EX 的编号是 RX78（G）完E，而又众所周知 EZ8 是陆战高达改过来的，而陆高的机体编号是 RX79G。反正光看这点啊，我是不相信设计师没从陆高那儿找灵感。但实际剧情中的这个高达小孩驾驶，被称为白色恶魔，又是1年战争，反而更接近于元祖的同分异构体。而且我看 Wiki 上说，这台高达 EX 是基于元祖改装而来，为地面战和白刃战做了特化，总之就是杂糅了一堆设定进去，不仅把装甲削了不少以获得极致的机动性，而且背后那个滚筒状的装置是一个后燃器，甚至还引入了风道冷却系统，可以看到侧面灰色风扇一样的细节，用来驱动这2门超大出力的方形喷口，以41.2吨的重量换来了53000千克的推力，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很离谱了。另外头部也从元祖的2门火神炮增加到了4门，但考虑到对空的装弹数和射速，还专门安排了1门可拆卸的格林炮。玩具这里的炮架基座也是可以前后移动的，当然也给了这样一个小转轴，这样就能还原炮的俯仰与平转的角度了。其实原设里元祖头部的火神炮就已经是能打穿扎古装甲的高级货了，而这个加特林从玩具给的口径上来对比的话，那这真的是炮弹得有多粗啊！炮管也是高达尼姆合金打造的吧。而这台高达 EX 里我最喜欢的设计就是这个3连光束军刀架了，不仅架子有抬起的可动，每一个基座也是可动的。不过这一版的设定说，由于小型化光剑耗能巨大，所以不得不准备3把备份，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意思是说高达 EX 的光剑基座是不能充能的吗？不过有一说一啊，还是得说这次光剑的特效键是真的好看啊，以至于我 P 图的时候都不舍得给它加特效了。这个剑柄的蓝紫色渐变甚至让我有一种科学的感觉啊。而这面硕大的盾牌设定中说是为了弥补装甲的削减而故意提升的盾牌面积，而原本放在上方的窥视孔设计也取消了，不仅增加了装甲堆叠的层数，还加了2个把手，理论上这个玩意儿还能向4周伸长，获得更大的防御面积，但这个设定好像没有在剧里面见到呢，也没有看到什么盾牌的折叠机构，所以玩具自然也是没有做什么还原的。至于这把配套的光束步枪呢，其实道理上说就是元祖的同款，设定也解释说是初次将战舰用的光束炮小型化的产物，理论上那个时代并没有任何办法抵御其攻击。以前看动画的时候就觉得只是小水枪滋人，结果在这剧里一枪把山都打爆了，只能说非常还原设定了。
而这把火箭筒呢，同样也是元祖的老三样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设定在里面。不过这个造型呢，尤其是仿佛红点一样的瞄准镜，真的非常有现代战术武器的感觉啊！而且剧中高达扛单兵火箭筒这一段姿势真的非常的标准啊，看来小孩哥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战术训练的。OK， 那么看完这台高达 EX 的设定和武装，各位觉得如何呢？我可以没有去具体的提到这次的做工、可动之类的表现，因为我想让各位先给出一个自己的评价。至于我是怎么想的，那实话说，我觉得这次的这台超合金高达 EX 的素质简直远超预期啊！我看先行的油管评测，一度以为全身都是纯情色，但实际到手发现竟然是灰白色涂装，而且全身几乎都是有漆膜的，该有深浅分色细节也完全不马虎，涂装质量相当的优秀，越看越喜欢。本来设计就有意增加现代军武的写实细节，结果玩具竟然照单全收，全给你还原了。就这个素质，新出的这些个 MB 和 Fix 啊，你们不觉得羞愧吗？不止如此啊，这次的可动设计也非常的优秀。首先头部是个单段球冠，低头30度，抬头也有45度。同时左右的歪头也仅有不到30度的幅度，左右的转头倒是能正常的到90度以上。你觉得这个可动有点稀碎对吧？那是因为人家要遵守超合金的这个系列祖训啊，必须要带上发光机构。咱们先拿掉前胸甲，拔掉电池的垫片，接着翻到背面，先卸掉背包，再把这个脊髓一样的装甲给拿掉，接着就能露出里面的开关了。而且一如既往的，这次2节纽扣电池是出厂就装在里面的。至于这个亮灯效果怎么样，各位看官可以把想法打在弹幕上。怎么说呢？我本来也觉得这颗头是不好看的，这一亮灯再配合上展现出来的复眼细节，我是第一次觉得这个可动阉割的值啊！而其他的可动就渐入佳境了。首先肩部配置了45度的前伸关节，非常的不错，肩胛能够独立上抬，并且侧平台能轻松达到90度。更关键的是，这里使用的是清脆的齿轮关节，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没有落下，一起安排进来。曲肘则是双段关节，非常轻松的就能达到150度以上的弯折，即使不到180，这个幅度也完全的够用了。而肘关节处的小护甲也可以做上下的摆动，做活动性的保护。腕部这里虽然是直装，但内部依然给了摆动的关节，可以做30度左右的左右摆动。来到腰部，首先基础的左右90度平转是毫无压力的，这比 M2 魂的另一位同分异构体不知道强了多少啊！不过最令我惊喜的是，这次竟然给了弯腰的关节啊！虽然只有30度，而且造型极其丑陋穿帮的弯腰，但这至于超合金这个系列那就是良心。再说了，即使嫌弃也完全够用了。但只可惜左右的弯腰就没有给关节了。前裙甲给了2段关节，可以轻松上抬90度，侧裙甲只能轻轻上抬1段，但好在非常的短。后裙甲就完全是不可动的了。前踢非常的给力，能轻轻松松到90度以上，得有120度了吧？而且这里是很密的齿轮关节，把玩起来手感也是非常的好。不过因为后裙甲不可动啊，后踢也就只有30度的范围了。但侧踢则毫无干涉，非常简单就能侧抬到90度，甚至略微的超过了90度，把持力度很好。大腿的平转坐在了大腿的根部，这个得吐槽一下，毕竟只有向外60度和向内20度的转动，这就不是很够用了。而屈膝方面，大腿甲有裂甲的细节，膝盖也有关节的联动机构，虽然不是很好看啊。而屈膝的范围也是150度左右的大范围，已经算是高可动水平了，完全够用。脚踝这边首先具备30度左右的调整幅度，脚踝上的装甲则是用了单轴球冠连接，不干涉可动。整个脚掌可以做30度的上抬，但可惜的是向后就基本没有什么幅度了。不过脚掌的前段可以做一段独立的30度上抬。另外有趣的是，这个脚掌的脚尖不是翘的嘛？如果觉得影响站立的话，能单独把大拇指给抠出来，做到像这样的与地面平齐。最后脚掌向外的接地只有10几度，但向内则是非常的优秀啊，差不多也有45度以上的接地了。怎么样啊，各位，是不是也觉得很意外？我本来做好了当凯子的准备，也想到了是 MB 的价格 HG 的素质，结果没有想到啊，这次的素质竟然是 MB 级别的。我一开始是真没想做机设解说的，毕竟这部烂剧我都是快进看完的，更何况这部剧和 G-Quax 一样，都是0079的同人平行世界。白高达和高达 EX 都应该是元祖的同分异构体，所以这机设也没有太多的聊点。不过最后还是被这家伙的素质给感动到了，也是真没想到啊，距离那个做坏完全崩坏的0079播出已经快50年了。现如今的高达作品为了博出位，甚至还得把这帮老家伙的老面孔请回来。G-Quax 最大的问题是人物的空洞，尤其是原创的角色，我感觉非常缺乏合理的人物行动内驱力，给人的感觉就是整部剧的观感很浮躁。但这也是现在绝大多数番剧的问题，并非 G-Quax 一家的问题。而且 G-Quax 的剧情算是不错的了，为了 Beyond the Time 这碟醋包了这么大盘饺子。但不知道这部年近半百的作品啊，接下来还能继续走多久？本期评测就到这里了，碎碎念也到此为止，咱们下期再见。